乡镇福永，西临珠江入海口，咸淡水交融汇聚。这里出产一种顶级食材，被老铁们称为蟹王——黄油蟹。每年农历5月，开始了黄油蟹的季节。丰沛的端午水发之后，紧跟着烈日暴晒，产卵的成熟雌性青蟹，在雨淋、日晒交替作用下，体内积聚的蟹膏逐渐融化，变成金黄色的油脂，然后再慢慢渗透至体内各个部位。就这样，一只身价金贵的黄油蟹炼成了。郑有才是潮州人，20年前他就开始接触这种顶级食材。今天，他准备去捞起今年的第1批黄油蟹。係啊，今日有日頭啊，吹冷風啊。好，呢隻高蟹，冇都係高蟹。哦，有咗，好彩有捉咗一隻黃油蟹。你話黃蟹真係好靚，一手黃油蟹，佢夠老嘛，又夠黃嘛。好，應該仲有一隻啊，我話得一隻啊，一個黃5、6隻有一隻。2年前，郑有才一家在珠江口承包了这1万亩的水面，开始人工養殖黃油蟹。珠江口嗰啲蟹全部食蜆啊，唔同人哋嗰啲食腐蜆，我哋全部食白蜆，食呢啲白蜆，大海嗰啲白蜆好靚，啊，一日落2、3千包。在福永，1000只母青蟹可以转化成3到5只黃油蟹。物以稀為貴，所以稱蟹王。阿細路啊，今日捉到更多油蟹。攞2隻嚟蒸啊，應該好靚嘅。好，你攞2隻嚟蒸啦啊！今年的第1批黃油蟹，郑有才特意留下2只自己吃，测试品质。好，好，開始蒸，放落去蒸。頂級的黃油蟹必須全身完整，只要蟹身有一點殘缺，黃油就會從縫隙中流完。所以，對黃油蟹來說，清蒸是最完美的。來，熟啦，啊，在爐裏面啊。哇，夠香啦！蒸好的黃油蟹，揭開蟹蓋，一股特殊的蟹油香味撲面而來。蟹蓋上一層黃澄澄的蟹膏，油質甘香嫩滑，美味獨特。哇，好用好用！得係靚啊，好啊，入面全部有。冇油。掀開蟹蓋，撕開蟹腳，金黃的膏汁與肉融在一起，用嘴吮吸，滿嘴都是濃郁的蟹膏，齒頰留香。今年的黃油蟹品質不錯，能賣個好價錢。郑有才懸着的心放下了。第2天一早，客商按約前來提蟹。喂，阿楊生，你好，今年又來啦。係啊。楊福郎是廣東一家大蟹行的負責人，因為黃油蟹金貴，每次提貨他一定親自把關。有靚蟹就好。珠江口呢度最乾淨嗰啲。黃油蟹有蟹中之王的美稱，其價格是國產重蟹之冠。頂級的黃油蟹會賣到2000元一隻，楊福郎挑得特別仔細。冇錯，呢個就係我哋行內講嘅頭手黃油蟹。係最靚嘅黃油蟹。呢啲部位咧就花有花刀，關節嗰度我哋睇嘅黃油蟹。佢呢啲關節嘅部位，呢個就係頂級同埋一般嘅黃油蟹嘅差別啦。呢個係通透油亮，上個光澤非常之靚。咁呢啲咧就暗淡啦。
咁我準備今日帶200幾隻翻去。好。把蒸好的黄油蟹拆解，蟹肉、蟹膏混合瘦肉嵌入面皮，变成了极其奢侈的黄油蟹小笼包。热力熏蒸，让黄油蟹的鲜甜融入馅料。柔韧面皮将汁水锁在方寸之间。甜的时候把它用那个磨一下吗？它是一个仿原生珊瑚礁的一个原理做成的一个人工生态礁。那么它的主要目的是，我们可以把珊瑚种植在上面。廖宝林是一名海洋环保工程师，也是广东珊瑚礁普查项目负责人。2006年，他从广东海洋大学毕业后，就一直从事珊瑚礁保育工作。珊瑚的有性繁殖1年只有1次，廖宝林主要依靠的是珊瑚的无性繁殖。珊瑚的无性繁殖相当于嫁接，剪枝下来后，珊瑚组织会延伸长大，覆盖整个礁盘。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2/1000的珊瑚礁，却养育着全球1/4的海洋生物。其中不乏一些在人类餐桌上名贵的食材，石斑鱼就是其中之一。石斑鱼是温带、热带海洋特有的，每个珊瑚礁下面都可以发现1、2条石斑鱼。野生石斑体长口大，有尖齿，表皮色彩艳丽，肉质鲜嫩紧致，在粤港澳地区是极为名贵的海鲜。深圳市大鹏新区，全国唯一以 GEP 为考核标准的区，自然资源资产在这里被归档建标，这是考核当地官员政绩的最重要的标准。2个月前，廖宝林接到一个任务，大鹏新区经济服务局委托廖宝林所在的组织，在大澳湾投放20个人工生态礁，种植4000株珊瑚幼苗。它会晃来晃去吗？对，我预埋的孔的话，包括全部已经算好了，直接压上去，用垫片一压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去我们今天要投礁的那个海域，去那边把礁盘投下去，然后在那边种珊瑚。今天是投放礁盘的日子，廖宝林一大早便赶往大澳湾。20个礁盘的任务不轻松。成哥，喺水產碼頭嗰度。廖宝林就在这附近的海区发现了石斑鱼，招呼大伙赶紧忙完，晚上加餐。老张，你等一下下去把篮子分好，其他所有人都从一个点下去，不要分散开来了。第一队下去的就在第一个盘，然后你们就各自完成各自礁盘上的，把那个珊瑚摁进去就好。廖宝林组织了300多名广东的潜水爱好者，充当珊瑚种植的志愿者。因为要把珊瑚种到礁盘上这道工序，必须在海底完成。
我们尽我们现在的所能去恢复这个环境，但至于它今后的发展怎么样，我们不敢保证。但是我们尽我们一份力去做。因为水下作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廖宝林尽量把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。每次的潜水作业不会超过1小时，在这1小时里，1000株珊瑚被种在了海底。2年后，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将极大地得到改善。好像是有鱼啊，你看。今天的任务很顺利，廖宝林决定静下来碰碰运气，海钓。哎呀，饵料被吃了，饵料被鱼吃了。今晚加餐喽！修复好的珊瑚礁海区，鱼群成群结队。好像有鱼哦！哇，真的啊！真的！你看，哎，看看，冲的吧！快！哇，这么大！哇！哇，嗰個沙絲隻，4條石斑了，今晚加餐有了。1个小时，廖宝林钓上了1条石斑，1条龙趸。哎呀，今晚给你煮了啊！哇哦！无的意思就是有米不见米，只取米精华，把米熬成粥水，以米汤为火锅底。廖宝林今天钓的石斑鱼有4斤重，石斑鱼是越大越嫩，越是密实细腻，很有嚼头，烫1分钟即熟。米汤粘稠，可以充分锁住石斑鱼的营养和水分，入口鲜滑，浓郁海味搭配大米清香，荤素融合的恰到好处。开了就可以，不用煮太久。还是这样吃比较新鲜啊。嘿嘿。吃。我吃老了不好吃的东西。对于大海，廖宝林有自己的感恩之心。就地取材，适度取用，才是人与自然融洽的相处之道。鱼烂了就不好吃了。朱巧芬正在清洗的这个坛子，是为了制作臭屁醋而准备的。坛子不能封釉，要留毛孔，是为了更好的发酵。8年前，朱巧芬跟一位长辈学了制作臭屁醋的祖传手艺，从此便没有停下。炒米咧要炒到佢唔會黏鑊啦，比較乾爽，帶有啲金黃色咁咧就 OK 噶啦。炒米和生米的比例，粘米和糯米的比例，决定了每家臭屁醋发酵後不同的口味。比如糯米多啲嘅咧，佢就會甜啲，出嚟嘅醋浸出嚟嘅醋會稍為甜啲，純糯米就更甜。尖米咧就酸啲。在古代，冬瓜皮、香蕉皮、锅巴是酿制臭屁醋的主要原料。如今，原材料早已经用纯米取代，鸟枪换炮。而家咁樣搞起佢咧，就係等佢啲尖米同啲糯米咧就可以完全吸收晒啲水分，然後咧兩種米咧之間咧又比較均勻。好啦，
搞鬆咗佢就得㗎啦。醋坛封盖，把水加满，隔绝空气，放置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，然后就把一切交给时间了。100天后，一坛臭屁醋就酿成了。吃臭屁醋在珠三角地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佛山市三水区，臭屁醋火锅全城风靡。走进醋店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，那酸馊味儿真让人闻而却步。然而闻着臭，吃着香，停不下来。8年前，朱巧芬开了这家醋店。店面虽小，可生意却很火爆，原因就在她亲手炮制的臭屁醋上。朱巧芬的醋保持了传统的滋味，酸甜适中，臭味浓郁，深得街坊们的欢喜。以臭屁醋为底，下姜片、黄豆、番薯、猪脚、排骨、粉肠、盒盖。待醋烧开之后，再放土鸡和梅菜，细火慢煮，醋味儿从锅里向四周弥漫。醋分子渗入空气，闯进鼻孔，让人口水暗涌。满上一大碗。臭屁醋入口润嫩柔滑，酸甜适可，喝起来满口甘香，丝毫不臭，就像家常老火汤的味道，咸鲜中带点酸甜，细微的浓稠增添了米醋的口感。喂，阿哥同阿拉嗰邊啊冇咗醋啦，一陣要整多幾罐過去佢嗰邊先得。在朱巧芬的带领下，家里5个兄弟姐妹都开始做起了醋生意。因为朱巧芬做的醋最好，大家约定统一跟她拿货。鎖門啦！我哋當初嘅打算都係有份工咁嘅啫，冇諗到就係話開咗呢一間會俾我哋嘅生活帶來咁大嘅改善啦。起碼我哋個個都買咗新屋啦，買咗車啦，咁啊2餐都過得去咁咯。1、2、3、4、5碗糯米飯。你做咩？你老豆仲未翻嗎？未啊，啱打俾佢，佢話遲啲翻喎。好熱啊！慢慢食啦。好熱。係咪好肚餓啊？忙碌了一天，终于收工了，一家人才开始坐下来吃晚餐。这是餐饮行业的常态。搞到手鋪咧，抵上。我都有喎，你都唔講。咁你真係識翻嚟啊！喂，食緊嘢嘅時候。夠你。正啊！佢喺金本嗰邊有一間啊嘛。咁我咧就負責呢邊，佢咧就負責嗰邊。日頭我哋基本上就大家都唔見面，只有食飯嘅時候啦。咁啊，或者佢有時早翻嚟啦，咁我哋先一齊翻嚟呢度會合，再翻屋企。一碗臭屁醋，给了朱巧芬新的事业，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，简单而幸福。每年的农历5月13是南湖村最重要的一天。这个海边的渔村非常敬重关公，而这天就是关公的寿辰。
外出村民都会趁这个时间赶回村里，在广州工作的邱中情也不例外。每次回家，邱中情都会拉上弟弟出海去敲藤壶，这是他最爱的家乡味道。玩，丢吧。南湖村温热适宜的内湾，吸引了不少生物在此栖息繁衍，藤壶就在其中。当水流经藤壶孔部时，壳盖会打开，里面伸出呈羽状的触手，藤壶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。等到退潮后，壶盖会紧紧地闭起，防御其他生物的侵扰。要想敲藤壶，必须赶在退潮后，因为落潮后的几个小时内，岩壁上挂满的藤壶暴露无遗。敲藤壶有专门的工具铁铲，将它对准藤壶底部与礁岩的连接处，用力一铲，藤壶就脱落了。长在那个浪大的地方，流比较急的地方，就比较多微生物吃啊。这东西就是吃微生物的。它因为它自己不会走，然后呢，它是浪来的时候它张开嘴，浪走的时候它吸进去这样。采摘藤壶最重要的是躲避海浪的袭击，和小心脚被藤壶锋利的边缘刮伤。海浪最凶的地方，藤壶越肥，这让藤壶有了来自地狱的海鲜之称。我记得我10几岁，我应该15岁的时候就经常就带弟弟，就每个人拿着一个桶就游过来这边采这些东西吃。其实这比较危险的是这个，然后家里人也不同意嘛，就偷偷来，经常偷偷来。1个小时，满满的收获。邱中情今天可以解馋了。烧一锅开水，冲泡10分钟，一锤下去，弃壳取肉。吃藤壶一般都是清水滚汤先吃，将藤壶用素油翻炒，加水烧开，加少量盐，再放入几片潮汕人尤为钟情的金不换，一道藤壶汤便成了。清蒸藤壶则是加入蒜末、辣椒酱、酱油、胡椒、水芡粉、花生油均匀搅拌，入锅清蒸即可。一汪鲜肉，汁液饱满，趁热吃，无需技巧，简单的烹饪得来极致的味道。藤壶清香爽滑，一小撮肉，韧劲儿十足，鲜味儿难以描述，但又极致可口。奥秘来自谷氨酸钠，作为味素和鸡精的来源，谷氨酸钠在藤壶中含量极高。这做法是最好的，就一个字香，香，真的很香。今晚，村里请海丰县的戏班子来唱白字戏，
这个传统400多年没变过。今天是1年中村里人难得聚齐的时光。在潮州市饶平县出产一种贝壳雪蚶，凡人食事是来自于世间的味道，只有根植于地上，才能烟火不断。正如这些绝世美食，大多隐藏在南越的荒郊野岭、田间地头，只有俯下身段、上山下海，才能觅得踪迹。但它们的的确确是根植于老广心中的风俗之乡、平淡之鲜、人情之宴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岭南至味。